今天在这个影片里面，我想要分享我帮日本编织书做一个侧织的这个编织过程。在 YouTube 上面，侧织方面中文资讯比较少，所以就想说也可以趁这一集呢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侧织 （test knitting）， 然后还有会遇到哪一些问题。像我这次要做的作品，刚好就是我们台湾的设计师小 Ra 设计的一款围脖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这次会用到的线，它的名字叫做 Loop， 然后它是这种卷卷 QQ 的羊毛跟羊驼混纺的线。然后我们这次会用到2个颜色，作为一个有点像锯齿状的配色编织。那现在就来介绍一下什么是侧织。编织的设计师他在出版他的作品之前，不管是书也好，或是单独的电子织图都好，他在出版他任何作品之前呢，就会需要一些比较有经验的编织人士呢，先帮他看着他的图做过一次，可能大家可以讨论说，哪里可能有一些问题啊，写得不清楚啊，哪边的计算有错误啊，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可以帮助设计师在出版他的作品的时候，这些作品就不会有错误。那购买他织图的人呢，就可以放心的直接使用。那侧织又分成2-3种模式，比如说有个人的设计师，侧织通常都是公开的，比如说他会在他的社群、他的 IG 上，放他的作品的制作过程，然后可能他需要出版之前呢，他就会公布说我现在需要几位侧织的人士帮我侧织啊，欢迎大家来报名啊，他可能会参考一下报名的人的 IG 啊。看一下你看不看得懂他的织图使用的语言啊，这样子，然后来挑几位他觉得适合的人。那像我这一次的这种侧织呢，就又稍微不一样，那比较属于大的品牌做的侧织。大的品牌可能就是有可能是毛线的品牌，他们要做自己的织图，或者有出书的。那像这样子的侧织呢，通常就会属于是比较私下的。招募一些侧织的人员，这样子的侧织他们也会需要比较有经验的侧织的人士，也会有一些规范等等，会比较严格。比如说你在他们的织图或者刊物发表之前呢，你完全都不可以透露你正在侧织，然后你也会需要在每一周呢都回报一下进度，比如说你这边织到哪里啦，然后你觉得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，都要及时提出来。通常不管是私人的或是像这样的品牌的也好，通常他们给的时间大概就是1到2个月，必须在这个期间内完成。你的线材要自己准备吗？答案通常就是是的，除非是有些品牌比较大方，他可能会提供线材，但相对的呢，他可能也会要求一些回报，比如说你要帮他拍很漂亮的照片，或者说你本身可能有一些粉丝追踪数，他觉得说你能帮他达到一些广告的效果，才有可能会有赞助线材的方式。不然通常的话，侧织就是你要自己准备线材。那你有2个选择，是你可以选择跟设计师用一模一样的线材，然后或是你自己本身已经有的库存，你也可以拿出来用，没有强制说一定要用哪一种品牌的线。像品牌他们提供的侧织呢，它虽然没有办法付费或是给你免费的线材，但有可能在那个刊物推出的时候，你可以收到一份免费的，有可能是纸本，也有可能是电子版的他们的刊物。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刚好有心想要经营你自己的编织的账号的话，我觉得侧织也是一个让自己曝光的很好的机会。因为设计师跟品牌在发布他们的织图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会把你的照片分享在他们的 Ravelry 也好，或是他们的社群啊，或他们的动态上面，然后有可能他会标签你啊，让大家可以注意到你。所以如果你刚好是希望可以提升一点你自己的知名度的话呢，帮一些知名的设计师或是品牌做侧织呢，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然后最后一点，我觉得侧织通常会是一些蛮有经验的编织的同好参加，而且不会只是台湾，就是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有。然后有些设计师或品牌，他们就会开一个群组啊，大家可以在里面讨论这些编织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其实也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东西。
那现在我就要准备开始我的测织了，因为这一次呢是用这种已经一颗一颗的线，所以好处就是我不用再绕线，可以直接打开就可以用。然后我现在看一下织图的介绍，他说我要用11号针，11号针就是8mm，就是蛮粗的，所以我想这个脖围应该很快就可以做完。然后它还有这个 gauge， 就是密度。密度的话，他说是每10公分要11针，但因为我就是已经跟小 Ra 用一样的线跟一样针号，我就不打算做一个密度织片，所以这次我也可以跳过这个步骤。顺带一提，就是不一定说你跟设计师用一样的针跟一样的线呢，你就会跟他做出一模一样的尺寸，因为每个人手劲不一样。所以像这样子做围巾、做脖围其实还好，但是如果做衣服的话，虽然你跟设计师用一模一样的线，也记得一定要做密度织片会比较好。我已经起完针了，我现在可以开始。虽然我现在才在做第一排，但是我已经开始觉得这个织图很好玩了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双色的配色编织，然后这个线又 QQ 的，很讨喜。我昨天带小孩来台南玩，然后今天早上也玩了一下，然后现在回来饭店休息，赶一下进度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进度，就是其实我在高铁上就已经多做了大概这么多，真的是蛮快的。你们应该有发现，就是我本来是起针的时候是起白色的线，但是后来我前面做了几排之后，觉得好像红色当主线会比较可爱，所以我就把它拆了重做。但是就算是重做，也是很快就达到了这个进度，所以我想真的是一个星期内就可以做完的问题。然后给大家看这个线，真的好可爱，是圈圈。大家唯一的小缺点就是在做的时候很容易，那个针很容易不小心戳到这个圈圈的里面，所以要稍微小心一点。我完成了这个围脖，它算是一个非常简单又好做的一个作品，然后很快就完成了，所以觉得做起来很有成就感。然后再来就是它这个整个设计，这个三角形跟锯齿的花样都非常有趣又可爱。我拿到了，今天是10月1号，收到了从阿米丽鼠寄来的这本《Metaphysics》，终于收到。它做的很漂亮哎，它是精装的印刻，然后里面呢就是走这种的粉红色啊、灰色系。总共它好像是有4件毛衣、2件外套，然后还有背心。帽子跟围巾还有手套，然后这个 extra 这个呢，脖围就是小拉设计，然后我侧织的那一件。那你们看这个模特戴起来多可爱！下一件也是小拉的作品，是一件很好看、简单利落的毛衣，这件叫 Pro。再找一下别的照片给你们看，在这边。这是非常好看的实穿的一个款式。阿米丽说他们真的是很会拍照，
这个就是拍得很有质感，然后选的模特儿也长得很漂亮、很可爱。这边就是有一些毛线的介绍跟织图，终于收到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侧织前后就是从6月开始，然后到现在10月1号，花了差不多快3个月的时间，大家就可以有个概念，侧织它从制图写完，然后请大家侧织到最后编辑，然后要推出的时间大概就是花到2到3个月以上。那如果要从请设计师开始设计，那又是更久的时间，至少我想要半年左右。那这集就到这边，经历了3个月，终于拍完了。那希望这集的内容呢，能够让对侧织有兴趣或是很好奇的朋友对侧织有更多的了解。那如果你们对这本编织书有兴趣的话呢，也可以在我的务实日常的官网买到。那就这样咯，拜拜。